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医生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愿意，只要能把人救回来。2022年初，刘海云又一次没接我电话。作为一名35岁的刑事律师，我知道隐瞒的背后通常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。那天下午，我在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发现了重复出现的陌生号码，随后顺藤摸瓜找到了他在郊区买下的另一套房子，一家3口的照片定格在相框里，和我与刘海云的结婚照一样，位置显眼。5天后，我收拾好所有材料，准备起诉离婚，却接到医院的电话。此刻，我站在急诊室外，听着医生告知丈夫命悬一线的消息，口中说着愿意花费一切代价救治的话，手指却在手包里紧紧攥着那份离婚协议。对面站着刘海云的情人，怀里抱着2、3岁的孩子，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担忧。旁边是从未对我这个媳妇满意过的婆婆，正怀疑地打量着我。护士看着这幅场景，无声地摇头。她大概猜到了我们之间奇特的关系，并为我的愚蠢感到不值。我叫张美兰，10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后，成了这座城市小有名气的律师，处理过的案件上百起。却从未想过有一天，我会成为自己离婚案的主诉方。7年的婚姻，我以为我足够了解刘海云，她的生活习惯、工作脾性，甚至连她偏爱哪只茶杯都一清二楚。然而，命运总爱开玩笑，我竟然用了整整2年才发现她有外遇。那是一个平凡的周四，她说要出差3天。而我在他西装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。起初我只当是误会，直到跟踪调查后发现了真相。他在城郊买了套3居室，养着外面的女人和孩子。我甚至查到那孩子已经3岁了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背叛从我们结婚第4年就开始了。这2周来，我的情绪像断了线的风筝。有时愤怒到想摔碎家里所有物件，有时又异常冷静地规划着财产分割。作为律师的好处是，我对婚姻法和财产法了如指掌，知道如何在离婚中保全自己最大利益。我已经开始准备起诉材料，联系了几位同行朋友帮忙，甚至在暗中转移了部分共同财产。计划很完美。等所有准备工作就绪，我就会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递交离婚起诉书，让他在法庭上难堪至极。但就在我准备采取行动的前一天，一通陌生电话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你好，请问是刘海云的家属吗？他出了车祸，现在在市中心医院急救，情况危急，需要家属尽快过来。接到这个电话时，我正在整理起诉材料。电话那头的护士声音急促，丝毫不给我思考的时间。我愣了几秒，迅速抓起包冲出了门，却在电梯里突然停下了手中按键的动作。我在想，这是不是一个讽刺？就在我打算彻底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，命运却要我去救他。在赶往医院的出租车上，我的思绪万千，7年的婚姻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，从热恋到结婚，从甜蜜到背叛。某个瞬间，一个危险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，如果他真的出了意外，但我立刻摇头驱散了这个念头。不管怎样，人命关天，我得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医院急诊大厅里灯光刺眼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紧张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。我快步穿过病床间狭窄的通道，问了2个护士，才找到了手术室外的等候区。刚转过拐角，
我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婆婆张淑兰，一个从未对我展现过真心喜爱的农村老太太，此刻正坐在长椅上抹着眼泪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坐在她旁边的年轻女子，怀里还抱着一个睡着的小男孩。我立刻认出了她，那张脸在我跟踪调查时拍下的照片里出现过无数次，这就是刘海云背叛我的证据。此刻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。医生怎么说？她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走上前，试图忽略那个女人，只对婆婆发问。没想到婆婆抬起头来，不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对我发了脾气。你作为她老婆，自己的老公都照顾不好，出了事你还好意思问？她的语气里充满了责备，仿佛丈夫出车祸也是我的错。我心里一阵发冷，这个老太太从来都只偏心自己的儿子，就算现在知道儿子出轨，也依然本能地将过错归咎于我。我不像您整天在家闲着，我也要上班。接到电话我就赶过来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积攒了2周的怒火此刻彻底爆发，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忍气吞声。婆婆显然没料到向来顺从的我今天会回嘴，她刚要继续训斥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过来，打断了我们的争执。这里是医院，请你们安静些。医生皱着眉头看了看我们，然后问道：你是病人的妻子吗？见我点头，他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。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，这是病危通知书，希望你们有个心理准备。他递给我一张纸，上面详细记录着刘海云的伤情：多发性骨折，脑部严重受损，内脏出血，目前生命体征不稳定。医生，他还那么年轻，您一定要救救他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不能没有爸爸呀。那个女人突然冲上前，抓住医生的胳膊哀求道。我注意到她眼中的泪水是真实的。婆婆也瘫坐在椅子上，开始嚎啕大哭，引来了周围其他病人家属的侧目。看着这一幕，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迅速成型。我走上前，声音异常平静：医生，无论使用什么方法，无论需要多少钱，我们都愿意尝试，请您一定要尽力救治。医生看了看我，似乎对我的冷静有些意外。我们这里有一种进口药物，可能对病人有帮助，不过费用相当高昂，治疗下来至少需要准备30-40万。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有用就立刻用上，我们不怕花钱，只要能救活他就行。一旁的护士看着我直摇头，他已经猜到了我们几个人的关系，大概认为我是个为无情丈夫赴汤蹈火的傻女人。他哪里知道我的大方背后藏着怎样的计划。我当然要救她，不然她花在这个女人身上的钱我怎么要回来？更重要的是，我要让她清醒地看着我是怎么报复她的。离开医院后，我没有立即回家，而是驱车前往律所。凭借多年的专业经验，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必须采取行动，否则一旦刘海云的情况有变，我的计划就会落空。深夜的律所只有我一个人，冰冷的荧光灯下，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执行早已策划好的复仇程序。第一步，查清所有夫妻共同财产；第二步，合法转移能转移的资产；第三步，处理掉那套给情人住的房子。我连续工作到凌晨3点，终于把所有法律文件准备妥当。天刚亮我就赶到银行，凭着结婚证和委托书取出了我们共同账户里的大部分存款，一部分用于支付刘海云的医药费，剩下的转入我新开的私人账户。当然，这些操作都是完全合法的。我甚至刻意留下了一部分钱
在原账户里，就为了给刘海云一点希望，再亲手把它碾碎。完成这些后，我联系了一家中介公司，约他们下午去看那套房子。下午2点，我站在那栋我和刘海云名下的房子门口，用备用钥匙开了门。门内那个女人刚从医院回来，看到我带着中介闯入，顿时惊慌失措。你们怎么私闯民宅？你们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她的声音颤抖着，双手本能地护在身前，仿佛我会对她做出什么过激行为。这房子是我和刘海云一起买的，我有钥匙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冷笑着，看着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。我现在要把它卖了，给刘海云凑医药费。不等她反应，我指挥中介拍下房子的格局。房子状况良好，位置优越，虽然还没有下房产证，但我早就联系好了买家，只需要将房子低价抛售，立刻就能拿到现金。那个女人瞬间崩溃，房子卖了，我们娘俩住哪啊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吗？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，但我心如铁石，在婚姻被背叛的那一刻，我的同情心就已经死去。我不发一言，将中介领到各个房间测量拍照，全程无视他的哭喊。走出房子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。不用想，肯定是那个女人第一时间告了状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婆婆尖锐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你凭什么把那个房子卖了？你让我的大孙子睡大街吗？你这个坏女人！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继续装傻充愣。哎呀妈，我这不是为了给海云凑医药费吗？你也不想她出事吧？她还那么年轻，你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吧？再说了，你那不是有地方吗？你这么喜欢大孙子，干脆接过去住不就完了？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，过了几秒就被挂断。我知道婆婆被我将了一军，她心疼儿子，却也不愿承担照顾情人和私生子的责任，就让他们自己互相折磨去吧。我讽刺地想着。然而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中介叫住了我：张女士，有件事需要告诉您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套房产有问题，好像被用来向银行抵押贷款了。我感觉一阵晕眩，这是我完全没预料到的情况。查看中介提供的资料，我发现刘海云竟然瞒着我，用这套房子向银行贷了近200万。更糟糕的是，最近几个月他已经开始逾期还款。突然间，整个计划被打乱了。我不但无法顺利卖房，甚至可能面临银行追债。我的手开始颤抖，冷汗浸湿了后背。现在我必须立刻赶往刘海云的公司，看看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惊喜在等着我。公司地址是我再熟悉不过的，毕竟我曾经也是股东之一。刘海云创业初期，我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持他，也因此持有公司20%的股份。然而最近2年，随着业务重心转向线下实体店，我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。我坚持电商才是未来，而他一意孤行扩大线下规模，我便逐渐不再过问公司事务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决定多么错误。到达公司时已近黄昏，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，只有几个核心部门还亮着灯。我直奔总经理办公室，刘海云的合伙人王志强正在里面。看到我突然出现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美兰，你怎么来了？海云出事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公司这边你不用担心，我担心的不是公司，而是我丈夫背着我做的那些事。我直接把中介给我的材料摔在他桌上。这套房子什么时候被抵押的？贷款去哪了？公司账目我要全部看一遍。
王志强脸色骤变，支支吾吾地解释不出所以然。我不等他回答，直接走向财务室，调出了最近1年的账目报表。数字不会说谎，而这些数字触目惊心。过去8个月，公司现金流断崖式下跌，10几家实体店全部亏损，库存积压严重，应收账款回收困难。最要命的是，刘海云居然用公司和我们的多处房产做抵押，向5家银行贷款，共计4000多万，其中近一半款项去向不明。钱呢？这么多钱去哪了？我质问王志强。他终于忍不住了。你真不知道，海云在期货市场亏了一大笔，后来想翻本，又去做风险投资，结果全赔进去了。最近半年他天天喝得烂醉，我们都劝不住。这个消息就像一记重拳，把我打得喘不过气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对丈夫的背叛洞若观火，却没想到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婚外情、赌博、负债，他把我们的生活推向悬崖，自己却先坠入深渊。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勉强控制着情绪问道。王志强递给我一叠文件，早在2个月前，海云就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我了，这是转让协议和他的亲笔签名。公司债务我来承担，但私人债务……我翻看文件，这份转让协议确实有刘海云的签名和手印，但日期和内容明显是候补的。王志强在利用刘海云出车祸的机会侵吞公司，我刚想发作，又硬生生咽了回去。这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？如果公司已经转让，那么公司的债务就与我无关，我只需要处理婚内债务。志强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海云的照顾。我换上一副感激的表情。既然公司已经转给你了，那剩下的事就是我个人和家庭的问题了。王志强明显松了一口气，恐怕他一直担心我会追究公司转让的真实性。离开公司时，我的心情异常复杂。一方面，我发现自己的婚姻比想象中更加不堪；另一方面，我也看到了摆脱这些债务的可能性。如果刘海云醒不过来，或者终身残疾，我可以通过离婚诉讼和债务重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。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丝罪恶，但很快被现实的压力所淹没。回到医院时，已是深夜，走廊上只有昏暗的应急灯，偶尔有护士匆匆走过。在重症监护室外，我看到婆婆和那个女人正在低声交谈，两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。看到我走近，他们立刻停止了谈话，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。怎么样？刘海云的情况有变化吗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，仿佛只是一个关心丈夫的妻子。婆婆冷哼一声，没有回答我，而那个女人却抢先说道：“医生说她的生命体征稳定了一些，可能快醒过来了。”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希望，眼睛却紧盯着我的反应，似乎在猜测我的真实想法。医生正好从病房里走出来，看到我们三人诡异的气氛，犹豫了一下才开口：“病人的情况确实比昨天好转，脑部活动有所恢复，但具体情况要等他醒来后才能评估。那种进口药起了作用，不过治疗仍需继续，后期康复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。医生您放心，钱不是问题。”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有20万，先用着，不够再说。我的慷慨让医生也感到意外，他接过银行卡，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后就离开了。婆婆的眼神闪烁着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想问钱的来源，但又怕我说出真相让她难堪。
看着他们困惑又紧张的样子，我心中升起一丝快意。这种掌控局面的感觉让我上瘾。医生说他可能会醒，我去病房里看看。不等他们反应，我推开重症监护室的门走了进去。刘海云躺在病床上，插满了各种管子，机器的滴滴声是房间里唯一的声音。他的脸因为车祸变得肿胀发青，几乎认不出来，但那双眼睛确实睁开了一条缝，正盯着天花板。醒了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靠近床边，看到他的眼球缓慢地转向我。他想说什么，但喉咙里只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。我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，听到他艰难地挤出2个字：救我。这一刻，我几乎要心软。曾经，我是多么爱这个男人，愿意为他付出一切。然而，当我想起他的背叛，想起那个孩子，想起他挥霍的钱财，一切同情心都烟消云散。亲爱的，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可是把我累坏了。为了你，我做了好几件大事。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我故意用最温柔的声音说着最残忍的话，看着他眼中由疑惑转为恐慌。第一件事，我把你和那个女人一家3口住的房子卖了。毕竟这种事情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可惜我发现你已经把房子抵押出去了，欠了银行那么多钱，你打算怎么还呢？第二件事，我去了公司，你的好朋友王志强告诉我，你早就把股份转让给他了。真有意思，你连公司都不要了？还是说，你从来没把我当成合伙人，背着我做决定？第三件事，我查了我们的共同财产，发现你几乎把能抵押的都抵押了，能卖的都卖了。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我辛辛苦苦工作，你却背着我乱花钱，甚至养外面的女人和孩子。刘海云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，充满了血丝。他拼命想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。我看得出他此刻的愤怒和无力感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让他清醒地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最后一件事，也是对你最重要的，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离婚协议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考虑到你现在的状况，我们直接按手印就行。我抓起他无力的手，在印泥上按了一下，然后印在协议上。他想反抗，但连抬起手的力气都没有。完成这一切后，我满意的收好文件，看着他眼中的怒火和绝望。不过你放心，毕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治疗所需的医药费我会负责的。祝你早日康复，前夫。我冷笑着转身离开，把他独自留在痛苦和绝望中。走出病房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，仿佛多年来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被搬开。婆婆和那个女人立刻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着刘海云的情况。我只是淡淡地说，她醒了，不过说不出话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。他们急忙冲进病房，片刻后就传来婆婆的尖叫声：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他怎么突然又昏过去了？医生和护士闻声赶来，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手忙脚乱的抢救。经过一番检查，医生宣布刘海云因为情绪激动导致血压骤升，需要重新安排治疗方案。家属之间有什么矛盾，请不要在病人面前表现出来。医生严肃地警告我们，病人现在的情况非常脆弱，任何刺激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尖声道：是他，一定是他刺激我儿子了。那个女人也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我，但我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微笑。妈，您别激动，海云是我丈夫，我怎么可能害他呢？我语气里满是无辜，我只是告诉他一些事实，比如我们的房子被抵押了，公司被转让了，我们负债累累，
这些事她早晚要知道的，不是吗？婆婆被我的话镇住了，她转向那个女人：小环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些事你知道吗？小环，原来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。她摇摇头，眼中满是茫然和恐惧。阿姨，我不知道，海云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刘海云的情况时好时坏。每当她清醒时，我就会准时出现在病房里，不断地汇报最新情况。我如何处理了我们的共同财产，如何应对银行的催债，如何准备离婚后的生活。每次谈话结束，她的血压都会飙升，医生不得不限制我的探视时间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计划，因为最重要的一步已经完成。离婚协议上有他的手印，法律上已经生效。2周后，医院对刘海云做了全面评估，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，她的脊髓受损严重，很可能终身瘫痪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婆婆和小环抱头痛哭，但我心中却泛起一丝报复的快感。曾经那个高高在上背叛我的男人，如今将永远失去自理能力，这是多么讽刺的命运转折！出院那天，我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婆婆和小环扶着坐在轮椅上的刘海云慢慢走出来。她看上去憔悴不堪，眼神空洞，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精气神。看到我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恨意，但很快又被无力和绝望所取代。我已经付清了所有医药费，以后的事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我把最后一张收据递给婆婆，离婚手续我也办完了。从法律上来说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婆婆接过收据，勉强挤出一句：“谢谢。”这可能是7年来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。讽刺的是，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小环抱着孩子站在一旁，不知所措。我走到她面前，递给她一张名片，如果孩子将来需要什么帮助，可以联系我，毕竟他是无辜的。小环愣了一下，最终接过名片，轻轻点头。离开医院那天，天空难得放晴，阳光照在我脸上，带来久违的温暖。我驱车前往郊外的一处高尔夫球场，约见了多年的闺蜜林芳。她是唯一知道我全部计划的人，也是这段时间里给予我最多支持的人。看到我走近，她立刻迎上来拥抱我。结束了？她轻声问。彻底结束了。我点点头，脸上的表情却很复杂。我们坐在露台上，阳光洒在草坪上，远处有人正挥杆击球。林芳给我倒了杯红酒，轻轻碰杯，恭喜你重获自由。酒杯相碰的清脆声响让我恍惚。自由，这是我追求了2个多月的东西，现在终于到手了，却感觉如此陌生。我告诉林芳最近发生的一切，刘海云的瘫痪，婆婆的妥协，情人的绝望，还有那个无辜孩子的茫然眼神。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林芳敏锐地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。别忘了他对你做过什么，出轨、欺骗、挥霍你们的积蓄，甚至连公司都差点毁了。如果不是他出车祸，你可能现在已经负债累累了。他说的没错。我回想起调查刘海云时发现的每一个细节，他给情人买的昂贵首饰，他们一家3口在海岛度假的照片，甚至那个和刘海云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，那些画面曾让我夜不能寐，心如刀绞。复仇计划的每一步都是被这些痛苦驱动的。我不后悔，只是我停顿了一下，斟酌着用词，只是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。我以为报复完成后会感到痛快，会觉得扬眉吐气，但现在只有一种空虚感。林芳理解地笑了，这很正常，你花了那么多精力在他身上，现在突然抽身，
当然会有失落感，不过相信我，时间会治愈一切。你才35岁，人生刚刚开始呢。他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，这是你要的中介公司资料，我找了几家口碑不错的，你可以考虑加入。以你的法律背景和人脉，做房产中介绝对是把好手。接过文件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感激。是啊，我的人生不该停留在过去的伤痛中。离开刘海云后，我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，也许不再做律师，尝试一个全新的行业也不错。回到家，我打开行李箱，开始收拾自己的物品。离婚后，这间我们共同生活了7年的房子将被拍卖，用来偿还部分债务。我只打算带走最初属于我的东西，其余的都不再留恋。整理到一半，我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盒子，里面是我和刘海云的结婚照，还有这7年来的各种纪念品。我本想将它们统统扔掉，手却在最后一刻停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我看到刘海云坐在轮椅上，面容枯槁，看到小环推着轮椅，眼中满是疲惫，看到那个小男孩跑在前面，不时回头看看自己的父亲。最奇怪的是，梦中的我并没有感到快意，反而心生怜悯。这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像是命运给彼此的惩罚。刘海云永远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小环将终生照顾一个残疾人，而那个孩子将在这样复杂痛苦的环境中成长。醒来后，我久久无法平静。也许复仇并非解脱之道，放下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我拿起手机，犹豫了许久，最终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小环吗？我是张美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想为那个孩子设立一个教育基金，他是无辜的，不应该为大人的错误买单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，最后传来小环带着哭腔的声音：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城市渐渐苏醒，阳光穿过云层，照亮了整个房间。我知道自己终于放下了那段痛苦的过去，真正获得了自由。刘海云背叛了我的爱和信任，但我不会让仇恨继续玷污我的生活。我要带着教训和成长，勇敢地走向崭新的未来。至于那个无辜的孩子，也许有朝一日，当他长大成人，我会告诉他这段复杂的故事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只想尽我所能弥补他父母犯下的过错。这不是同情，而是对无辜生命的尊重和爱护。毕竟，在所有的背叛和复仇之外，善良才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